there's nothing that changed. Perfect, you're perfect for me. Perfect, you're perfect for me. I said, for me. VTEX。这边是，哎呀，今天是我们需要来报道的地方，法务部调查局干部训练所，做了这么多集，终于做到这个职业，有什么感想？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我们要报效国家的开始，好不好？我觉得我们这个一条龙的那种检警，我们都已经快接触过了。听说昨天晚上强燕姐对达哥今天的工作有个疑问，他怎么说这什么职业？他说你们要干嘛？我说我明天要去那个一日调查局调查员。调查局是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调查局等于是 FBI， 意思是一样。我想年轻人对于调查局到底是什么，真的不太清楚。不懂对不对？对，我们赶快请学长进来。好好，欢迎两位学长，学长去，欢迎。学长好，进学长学好，你好，你好好，谢谢。哎，我是不是学长？我们是来找他报道的。我想请问您目前这个职务方便讲吗？目前在这边担任辅导员。辅导员就是我们统称作为辅导员。那学姐您是？我是服务国际事务处。国际事务处 ，International OK。要特别介绍他在 FBI 受训过，在 FBI 受训。对，真的到美国 FBI 受训过。因为我们知道说，比方说有警察局、有国安局、有情报局，还有调查局。调查局到底是调查什么？简单讲，可以区分在两个大区块，是一个也是办案，我们负责重大经济犯罪、树摊犯罪、毒品犯罪，我们要抓的都是主要是大的工厂。那我们还有所谓的国内安全调查，是，还有这个国家安全维护。所以我们的工作包罗万象。对，我们实施整个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这样听起来很适合台哥的。第一点，台哥正义感很强。对，第二点，台哥可能家学渊源的关系。第三，台哥对于台湾那些特别了解，他在Netflix上都把贩毒里面全部都看完，看清楚。非常恨，觉得这个是，我就觉得说是像毒品这个东西，要跟他讲，不是远离，是连碰都不能碰，一次都不可以。确实不能开玩笑。我们一般的小朋友、国人到什么阶段开始可以参加考试？我们调查局是大学毕业、大专毕业，30岁以下。因为我们希望最年轻的时候，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就能够给他正确的观念，是未来在执法工作上能够做到尽善尽美。是。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看一下、了解到调查局做些什么样的工作，也给我们青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方向，好不好？但是在报道前，因为我们展报山庄是禁止使用3C 产品，所以要请2位主任先把事情交出来。鲍学长，我是没问题，我直接交就可以交出来，但是台哥可能会有一些关卡上面的，台哥还是要先把一些影片删掉。我没有影片的问题，只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水族箱我已经过到第4600关了。对，那平常有时间可以给学员们，学员也都不能在里面，不能使用，只用打公共电话，所以必须带电话卡进。电话卡，真的？现在哪里还电话卡？电话卡？现在柜台位还有公用电话？有，里面有很多部。哇，这个已经是古迹了，真的是这样。我先打给我老婆，跟她讲一声。只要进了山庄，就不可以再用。因为我们这边受训的内容是有很多机密、限阅的资料。是，对，而且他们在受训这一年，这些资料都不能外露出去。好了，那就这样了。这样的我就准备要去报道了。但是你还是要把手机。我以为他在那里混，你以为这样子瞎摸打混就可以走进去了，是不是？这头脑很清晰的。是。该交的，请。不好意思。副局长已经等很久了。要找副局长报道。是，谢谢他。我可以是副局长先报道。在报道之前，你先看一下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加入调查局，你先看一下。3000公尺徒手跑步，9分44秒。这不可能，这个太夸张了。因为我没什么这个概念，你没什么概念， 9分多是很。我的同学算是已经不错了，他像我同学，他是跑在14分30几秒，50几岁是很强哦。但是他年轻人，他也不是
太年轻吧？我的天，9分44秒，这个是奥运选手的人，50公尺游泳29秒。哎，你上次50公尺游泳是几秒？啊？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个50公，他是不是？我那时候是因为左脚抽筋嘛。我如果没有抽筋，应该是50秒可以的。我觉得我50秒应该可以。4×25折返跑，17秒08，真的很夸张哎！我100公尺没有折返，大概40多秒，40多秒吗？啊，但是也是因为我是2分，不是，但是我是左脚受伤嘛。伏耳屈膝仰卧起坐这样子的哈。对，2分钟，2分钟103秒97，这个太夸张了。这个稍微可以调2分钟100，这个你可以挑战。来，你先弄，这个你挑战，你挑战。我开玩笑的。我这样看，2分钟哈，103，不到1秒。我现在可以报道了吗？我还是可以离开了。报道不要怕，冲！局长已经副局长等我们。我要站好，进。欢迎2位。谢谢副局长，谢谢副局长。谢谢副局长。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英雄榜是到目前还没有打破。我们也欢迎你们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训练单位啊，能够打破这个记录。副局长，如果万一打破的话，这一次打破的话，我们照片可不可以贴上去？对自己要有信心，是，不是万一，一定。万一，这是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我是。那鲍副局长，请问我们这次来参加这个训练的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受一些什么样的特训？我们不要说特训，是啊，因为调查局的工作就是负责国家内部的安全，是。那这里头也有包括犯罪调查，是。所以我们的这个训练啊，一整年，我们是为用而训。更重要的就是要把小台那个信心找回来，好，对不对？绝对不能为失败找理由、找借口。坤达感觉到他一直在观察，这是调查员一个基本的一个素养啊。对。他在找看哪有逃生，他在看逃生门。观察是很重要的，是，真的观察是很重要的。欢迎2位，谢谢。好，要麻烦2位。好，是。2位，现在副局长要授予你们，入列。那是什么呢？好，先送东西是吧？对，先送个纪念品。应该送个 S 号的。好，我是应该你这个 M 号的，你穿的要有信心，要减肥。我要减肥，要减肥。我还可以吧？你是我不行了，这样太肥了，你太胖了。啊，我要有信心，是，要有信心，先减肥。我队长，所以我在受训完以后要减成 S 号。欢迎入列，入列。因为我听说各位同学平常都不能用手机，他们应该都没看过我们节目。有看过我们节目的请举手。报长，他们偷用手机。他们回家看，回家看。好了，我跟你讲，这些就是你的同学们。是。听说等一下换上手上的体育服，不是算体育服吧，要进行训练。第一项好像是搏击，是不是？第一项就搏击。对。我看时间差不多，也可以先吃个饭再搏击。我跟你讲，训练的过程，因为我们毕竟是今天第一天来嘛，是，就尽力就好。重点是呢，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跟你身边的这些同学们打好良好的基础，这些都变成你的朋友之后，你在社会上走跳就轻松许多。轻松了，是比较不会有事。什么话？我们是奉公守法，开玩笑是不是？好了，换装了。我们吃过饭以后，马上展开第一个训练。check it out。等一下。你自己宣布先吃饭。好了，可以了，减肥。我真的需要减肥吗？奇怪。副局长好。你好，请离开。真的可以吃的吗？可以。
这太棒了，我太严格了，我。教官刚刚气势，还有那个丹田发音的感觉，我看我们完了，羞之。我先转任文书。这是我们国家的实力啊。但是2位进来应该不会遭受这么变态的对待，不用太紧张。不用吗？你把我们绑成这样子，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了？哎，我们就这样子喽。我们拍那个咖啡也设成你赢了，也是做个样子喽。我操！你不是说不能讲吗？哎，不是，这百口莫辩，你就……我跟你讲，袁宗翰就是这样被这样诬陷的。我跟你讲，你们真的，我走。等一下，等一下，因为咖啡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讲。一定要讲吗？对啊。是谁的？真的会？好了，没有相信的。是他真正的实力了，是他真正的实力。对嘛？那我去跟教官报道。赶快报道。是。哦，是。教官好。非常欢迎各位哦，是因为你们是台湾之光，哎，所以老师也是很认真。是。报教官5点，是这么多5点哦，就5点，看。好，提起出列。去吧。进。不要这样。袭击预备。哎，不是，我跟你讲，其实刚刚学长他在踢的时候，老师讲一句，他已经手下留情，膝下留情，但是他这个这样抓的时候有没有？我手肘还是感觉到有震撼，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要由教官一一的讲解才行。膝盖踢过来的时候，你想象你重心也往这里摆一点，往前冲，你可以把目标放在这里，没是往前冲，有一点，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没错，有。再往那边一点点。是。连续，Go。来，坐下。慢慢的，敢用力。是，有进步，多打几次就习惯了。好，来。好，你这样踢是对的。你的脚是弯的。我的脚是弯的。对，台哥的侧踢我觉得还不错，可以吧？我觉得台哥的侧踢不错，因为我是以前有练过跆拳嘛。再用手，这样用这个方式吗？对，或者你用右手，也可以，对，这样子，对，就这样。有。好，再来一下。可以啊。再用。学长想跟你用一次啊，你来想看看学长的实力，交换一下。我看跟学姐在踢之前都有一句台词，
哪里？没有，学会菜，我们来赛。我跟你讲，这个学姐应该是这个教官挑出来的，所以其实里面我们每一位学长都是这样吗？挑的比较软一点。很久了。我觉得这位学姐应该稍微软一点。拍水！这位呢，看起来比较像匪徒的这位。我操！我敲错了！我敲错！不要！我靠！要访问一下学长，他还是用甩的而已。那我请问一下，手刀如果打在人体上是要打哪里？我脖子啊。那个下去不是昏倒，他头断，他头可以出外面。这一下应该是昏倒。哦，所以尽量不要打过去。尽量不要这样，真的是。您在执行的时候有遇过类似歹徒这样的情形吗？还没有，目前还没有砍过人。哎，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哈，我们台湾的治安方面真的还是很好。他如果说是在哥伦比亚的话，Go， 我说，哦，强。对，很好。你别跑这边。好。可以，哦，这个好。可以。好，可以通过，可以。以我评分的话，他可以达到 A， 他是 B 加。真的假的？快，我去！好，你是日本习武之人是不是？为什么？要来听一下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的话，他是练家子，所以真的假的？一听声就知道。那个精神看就知道，他有练过，那口气就知道。好，谢谢，多指教啊！热烈，好不好？好，这么办？好，来。压住，对，压住，那通常就会有一点痛，对的话，真的，是真的。我刚以为不能压制住，是真的可以压制住。刚学姐的语气太顺了，我很怕她说我们可以顺便把她的手臂先扭断，然后把它转下来。然后我上来是这样。其实各位看他那个示范是对的，这是已经 Q 掉，那个 Q 掉。他肚子比董卓还要快，他是董卓。通常不要教官出手啊。怎么去那里？我自己的重心要往下蹲哦，我要往下蹲，这样子，就自己的重心要蹲低。他这样有啊。卧佛，这跟卧佛快全身。他刚才这样压的时候是有啊，为什么会？对，他妈，如果你下次要过来，你先跟我讲一声。你神出鬼没，我吓到。然后我今天过去看一下他，可不可以啊？好，
啊，恭喜你哦！啊，你攻击我，来，说不说？说什么？认了没有？没有。咖啡是不是塞的？是不是？是真的。是不是塞的？真的是谁的？塞的，对不对？赶紧别动，算走，和安静。别走，开始。横扫摔，开始，好，好，全是有趁机睡一下。牵手暗摔，牵手暗摔，不是，中线。报告教官，手举不起来。他手是举起来的吗？举不起来。他错误了吧？他的动作错了。高教官，不行，教官，教官，这批人怕教官。走，第四，赶紧别动，看，好，走。哎，这就错了，要先进去，对不对？要这样，上左脚抓回去，逮捕。报告教官，他为什么用膝击？他刚刚多了一个膝盖。第二次，横扫摔，很少摔。我是真很少摔啊，怎么这样？我想一下，很少摔。这边有 VR 的提示，他手在等你，还有 VR 的提示。我稍微示范一下啊。所以说你那个其实是那个学长在地上像一只风筝，你看拖过来，拖过去，死跳了。还好这位河西道的助教，他是真的练过的。是，一般常人真上来的时候也上来以后就开始踢正步。好，我可以接受所谓横扫，因为刀子过来了，他这个蛇口下去了，就下去了。其实我们在研究几个学圈，一个、2个、3个、4个、5连鞭，所以我们5连鞭，然后再教国标。教练，他不是风筝教练，教练是完全很轻的，要命。教官，请问一下，我们被玩了这么多下，到底过关没？我们可以去下一关了吗？好，既然这么难嘛哈，你只要自我选择一个你最熟的动作，做的最好就可以了。教官这个通情达理，就选一个动作是自选，自选动作，恰恰，很少摔，很少 ，no， 对，这样。第一个歹徒是往前走，听懂吗？对，他只要顺他就好。好，通过。好，通过。我在练习而已，已经可以。教官决定不为难你 ，OK？ 是吗？这个动作是有达到目的，达到目的啊。立正。哦。最重要的，始之于理，终之于理，所以你这是最重要的。好，进。先举手。好，非常感谢啊！你还有一个下一个任务与目标是到4级课，还有课，射击课程。好，射击课，去了。停止射击，
清枪看靶。各位学长好，今天很高兴欢迎2位新加入接受训练的新学员。很多人不知道，调查局在出很多任务的时候，因为任务的需求也需要配枪。那射击训练的课程未达60分及格，直接就会马上面临退训的结果。所以我们10发子弹，平均要有8发命中8分以上的目标，所以才会得到64分。我们一般基础射击训练练习的靶子会有基础的国际环形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持枪靶，还有一个持刀靶。而且我们最常练习的、最要求的就是持刀靶，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从持刀靶开始练习。那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再介绍一下我们所使用的枪支，还有跟枪支的一般性能跟操作。射手轻枪，大步向前，低于自枪台。确实轻枪，射手就位，举枪，装子弹，全线预备。听到哨音后，开始射击。这边站一下，这边站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坤达哥的。8分是3分。腿的算8分，对不对？这个算10分。83、24、9分了，就是这样 OK 吗？算是不错的，还可以，算是优秀等级，算4发，而且还没负分。报到这张，您看一下这张，看来应该也是不错吧？对，你看一下，我跟您报告一下，因为这个歹徒啊，他本身来讲情节不是太过严重，而且还吃素。对，所以呢，我就从旁边这个打到这边以后吓他一下，他就当场吓得这器械，而且还跌倒。所以你只开1枪？你只开了1枪，我开了10枪。OK， 同样一点。哦，10枪全部都灌这边。对，我第一次瞄5发，有没有？全部瞄这里。第二次5发，我通通瞄这里。但是我老实告诉你，我根本看不见分数，前面一片模糊。那你要不要戴眼镜？我是散光。你到底看不看得清楚？是眼睛的问题还是你的手的问题？你帮我拿一下，我这样啊，可以吗？太模糊。这样子呢？哦，这样就看到了。所以想请问一下队长，平常我们在实测的时候，学员是要过15公尺，持刀是15公尺，持枪是20公尺，持枪还要20公尺，是，还是再打一波，瞄这里试看看，因为可能我们你们2个再打一次，那要几公尺？我们按照15公尺里面的规定，好，15公尺。但是我先看一下10公尺是多远。一样，我们照惯例，我们先看一下坤达哥的。1、2、3、4、5、6、7、8、9、10，10颗全中。Oh my god！ 然后后来教官有在最后的提点了一下，哪个部分？就是前后力量的小，比较不会。好了，重点是你。我其实跟刚刚打的部位是一样，又喝足了，同样一个部位。等一下，你只开2枪，我只开2枪，都在这个部位。
你只开2枪吗？你有开10枪吗？我开了10枪，为什么会这样后面？传来说这是故意的吗？这是故意的吗？我们是不是能请教官来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造成这样的一个？大队长，报大队长，请问大队长，这个这个原因是什么？最外显的原因就是身材不一样。昆达显得他的肌肉很匀称，所以他的持枪姿势跟握枪姿势对枪的稳定性跟后作用有很好的一个控制。本来想说请大队长出来讲2句好听的，结果竟然人身攻击。所以 ，Oh my god！ 他没有，他在称赞昆达，他并没有人身攻击，没有啊，没有，他没有。抱歉，我太快了。那至于最大原因是适应的问题，因为你第一次拿到这个枪，哦，尤其是扳机，扳机的问题，正确的后压扳机是最不容易适应的。因为扳机的问题不一样。好了，我想你的那个射击可能有暑修，现在要公布一个惊人的事实，你们可能训练结束结业了，现在要到本部去领就业证书之后要分发了。我这样子还能分发？我是不是又去分发到警卫室？真的讲认真的，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糗？还是我们拿一张那个塞一下，你从那边走出来。你从那边走出来，我们说哇，我们从那边开始走，要吗？这一下，要吗？我们前务厉害就是什么？永远不 say， 训就是训，请看咖啡网。是谁的？所以你一开始瞄得很好，但是你瞄到后面你瞄太久了，所以你扳机后压的力量太久了，所以你变成手有了抖了。还是没中。这个枪有问题啊！哎，队长，来打一发看看。是，您打一发。安全范围哦，对啊，没有伤到人。我偏下，换一支枪，这枪的准心应该是有被敲到，所以我们刚刚都对不起你，是因为枪的问题吗？我就发现问题了嘛。哎呦！哇塞，1、2、3、4、5，全中，49分呢，5发49分呢，哇塞，神呐！过来，5颗49分，全部弹着点都对。哎呦，19。怎么会？那刚前面那把枪是什么？是古灵精怪枪。前面那把枪是准心有一点点问题，查出来了。还好你坚持，要不然我们真的误会你怎么那么废。查出来了，人呢？都回家了。你怎么放他走了？你这个你给我播这张哦。永威你怎么没在录？永威你没在录啊？对不起，你就是搞这一套。这样子，等等，这样站得很难过。下来。哎，你现在怎么越变越短呢？下来一点，下来一点。你这样太矮了啦。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到了局本部了，不要闹，好不好？等下马上要找局长报道了。我们是可以说是有可能，就是真的变成一个调查官了，有可能啊。因为我通过一半的考验。对，因为我有件事情一直没跟你讲，我最后的5颗子弹是打49分。把我那张纸给他看一下，没带来。什么纸？连这个也要塞？你相信吗？真的啦 ，OK 了，就这样子啊。我们要找局长报道吗？直接找局长报道，可以了。带着我的好成绩，好不好？进，就好。恭喜你们2位经过1年严格的训练，是完成这个调查官的这个资格啊。已经完成，完成了。所以我今天要颁给你们调查官的徽证，还有领带。哇，谢学长，这是一个身为调查官的这个荣誉，谢谢。局长自动摆出拍照的角度。我想来大拍请教局长，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就带回家了吗？真的吗？可以啊，还是只是就彼此借给我们用一下？没有，你已经取得调查真的吗？
哇，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算是光宗耀祖了。我看你们有点年纪，有可能考得上。我有点不是我。只要你刚刚讲那句话的时候，你可以看着他，没关系。1年的训练哈，是，那只是一个基础，是，真正的挑战还在分发以后，是。那我们就下去工作，下去对啊，你们好不好？分发以后就要真枪实弹，好，开始。没问题。好，我们现在准备要开始工作了。我们现在正式的了解一下我们调查官平常到底做些什么工作。Check it out. Yes, my badge. This is my badge. Okay, my 不要 badge. 动，他拍不到。My badge. You know? 今天呢是一开始的工作，由我们这个国际事务处的 Iris 学姐，她曾经在 FBI 曾经工作过。你这样隆重的介绍学姐，我们是觉得很 OK， 很感动。但你为什么就是徽章一上，你整个人就逼了起来？怎么这样？不是这样讲，这是一种荣誉。对。要问一下学姐，通常这个勋章就是插在这里。对，我出去办案也这样子。西装口袋。可是我通常都会这样，我会放在里面。然后他比方说我进到餐厅之后 ，Watch my coat，OK？ 我会这样子。如果是讲美国案例，美国案例是这样，是这样没错。但是我们在台湾是协同办案，协同合作，这是不一样的 ，cooperative。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说我们要学的是生物鉴定。我们其实整个鉴识科学处就是我们现在强调调查局是执法单位，那我们强调科技办案。我们科技就是讲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那鉴识科学处其实有4项鉴定：物理、化学、文书跟生物。文书哦，文书怎么鉴定？文书我不太懂。所以文书的话，等一下其实字迹哦，我们会是你写的，机会 OK， 给大家实做一下。那另外一个我们最新，其实我们在3月份会有一个记者会，公开给大家民众知道说，其实调查局我们建制了一个块木的 DNA 系统。块木 DNA， 植物的 DNA 也是块木，对，所以我们连植物都验得出来。真的假的？对，所以现在明知草人如果遇到一点事，可以来报案。他如果掉了一只脚在路上，对，哎呀，这个剧我就没有看过。你没看过哎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一栋只有你有可能看过，好不好？我帮他做保，他证明他应该是演过。学员来到这边的话，其实经历过前段的实习，到现在你们了解调查局是什么吗？调查局知道，就是那用英文回答。哦，这个我已经讲过了，MJIB 嘛，对，对不对 ？M 是什么 ？M 啊 ？Michael Jordan is Justice Best。第一个我突然忘了，反正是 Justice Investigation Bureau。对。那我们把它统整到我们日常生活，调查官到底在做什么？就是 MJIB。对 ，MJIB。 My job is busy。 My job is busy。我的工作非常忙。所以下次如果捷讯有人问说，哎，请问调查官 My job is 是在做什么 busy。OK。就是对。好，所以我们开始。第一个我们等下要做的叫做拼钞。我们把钞票拼起来，没错，对，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这个拼钞。调查局有在做一个跟民众很贴近的服务，就是过年快到了，可能民众习惯拿到红包袋之后就藏在床头柜，那时间过了之后，这一整袋可能发霉。这个时候，其实调查局我们有专业人员可以帮你回复。这个服务那种感觉很忙碌哎，因为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啊。我们现在也鼓励说，大家有这个观念，也是宣导大家记得要把钱拿出来用，对，不要放到忘记这样子。这话讲得真好。那像这样子的话，都是还可以鉴定的，对不对？就是在家里万一不幸，这个整包钱被烧掉的时候，这可以全数理赔给他们，因为他已经都烧毁了。譬如说它粘连的部分，我们要把它分离，然后分离完了之后，我们会出鉴定书。那因为这个工作呢，我们是接受银行的委托来处理的。哦，台湾银行。
所以那你看，用你肉眼看，你觉得这个大概可以拿回多少？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判断的了，对因为像这个的话，这个钞票应该就是遭到火灾。对。那通常火灾有时候消防局来救火就会喷水，所以它是被火焚之后又泡水。像它这个表面这边就已经烧到只剩下这个，像这一小块可能就是面积不足，可能就换不到。这个应该就是受潮发霉。那像比较惨的可能是虫蛀的。虫就把面积吃掉了，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补。这种形状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就被虫吃的。这个虫我们现在也找不到它了。找不到了。对，我们找到它的时候，他说，哎，对，它已经。你怎么能确定是我吃的？虫为什么会有这个手？他说吃完这一碟之后，他在以后在他的社会的时候，身份地位就有钱了嘛。这一餐有6万多块。然后另外一个说，我还吃过美金呢。吃过美金，我去哪里吃美金？是不是这样子？哇塞，要改变这个观念，真的要放起来的话，你可以有一个你自己的保险箱，你锁在保险箱也不行，也不行啊。哎，对，有一个女孩子，她把钱存在保险箱，她认为保险箱很保险，但是一样被虫蛀掉，100万最后只换回4万。在保险箱啊？对，这个保险箱应该是密封的耶。对，她存进去的钱上面可能带有虫卵。生出来了。对，就在里面。那也太衰了吧！虐待了。哇，还好您提醒我们呢。这个播出去以后，可能有人看到，就是孙子看到跟阿嬷讲，阿嬷你钱坑一堆啦，你要叫我家看。我老急，我老公也有急，看一直流。有没有塑料袋装放在马桶水箱里面？那我这样。到处都放。微波炉好香，微波炉里面也有。对，洗衣机底下。学姐，你现在全部公布了，这样怎么办？跟小偷他说的好，全家在看一个系列，然后突然一个一个点微波炉好像是想关掉来不及了，然后看来看去，他爸爸一直流汗，一奶弄栽。你终于说出去了，哎，我跟大家讲，真的，这个钱这个东西还是要好好放在安全。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来这个实习一下，是学姐要教我们的，好不好？那你们2位是要 PK 哦？是王啊，好不好？我跟你讲，从接下来的1日系列，我跟台哥都会有一系列的 PK， 我跟他杠上了。自从我拿到咖啡王的头衔之后，他就很爽。谁的？来，预备，计时，开始。哎呦，凯哥，哎呦，反正就把几个人抓出来就好，对不对？哎，你认输了？没有，这不就是很明显输了吗？那看差多久好了。我感觉有点问题。哎呦，不好意思，才哥，我可能害到你。怎么说？有混到。哇，不会吧？哇，不会吧？又有了，不会吧？我跟你讲，就是被做掉啊！不会吧？都被做掉了，不会吧？这边是枪有问题啊，这钞票有问题，钞票有问题。我是很想帮台哥找个台阶啦。不是这真的事情哎，搞什么？我们要据实以告。
觉是对的。对了，耶！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可以加成可以了吧？可不可以？可以是我，你前面自己拼错了。OK， 不过我这样经过这样拼图的这样学习之后，我觉得这份工作不太容易，因为这是要很细心。这还是最基本款，小菜一点，小菜一碟，最基本的，对不对？你像那种，你说怎么弄？这个神秘的业务，今天我们算是开了眼界。开眼界。那钞票之外呢，接下来好像要进行那个笔记。笔记我总应该可以了吧？我拼不过你，我笔记先书法的鉴定。请问你要说鉴定，这是柳公权的，还是颜真卿的，还是王羲之，还是他儿子王献之？这个我应该没有问题。根据小弟本人对于书法的研习，好了，那开一个喽。好 ，OK， 笔记 ，OK， 笔记鉴定，check it out。不过台哥，你的这一份是真的比较细，是吗？哎，公道话的时候，来拍一下公道话，跟你讲一下。你自己看，以整个哪一个？对，以2个来说话，台哥你这一份其实真的比较简单的。哎，坤大哥，你怎么不一样？等一下，现在开了，坤大哥，你讲一下。你这个睡成这个样子，其实真的不好听。来，我们再捞一个，来，坤大哥，你讲一下，来捞一个，来，5、4、3、2。其实我拿到你这一份的话，我大概3分钟就批完了。这是什么单位？扯淡嘛！今天的工商时间，你们要穿这个，哇塞！我们只要是出国的时候，入境、出境一定会看到 ，every 可以算是一个国家的门面的这个店面，每一个机场都有。一定的，而且这边的内湖还有一家超大的旗舰店。哎呦，那就买给你了 ，OK 吗？那就我买了。想得美。然后凯哥呢，他会从4楼开始逛街，3、2、1，这样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要求爸爸帮你们买样。真的？这个应该你们都很喜欢嘛？对，彩妆。你们要穿这个哇！爸爸喜欢粉红色吗？哎呦，好不好？这怎么了？红色。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这个曹老师教我们怎么样笔记的鉴定。我们这虽然是一个模拟的案子，但是这张本票呢，在我们那个一般的鉴定案件中是非常常出现的。院检他都会要求我们鉴定上面的发票人的签名是不是真的是本人所签的。那甚至上面的新台币的大写金额跟小写金额，本人亲写。对。那事实上，鉴定人在收到这份证物的时候，我们会去用我们的科学仪器去做检视，做比对。对，因为事实上现在的伪变造的手法日新月异。是，学长他字迹鉴定的准确度有到100%吗？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真的很有艺术天分的人，他真的会一直变换他的字迹是伪装还是伪装？字迹是没办法去做量化的。因为你没办法收集到这个人他一辈子所有的笔记，故意的时候，我们会有从几个方向去评判他是不是做作的作假。所以你能给出的答案是说，他这个字有刻意伪装？事实上是可以的，可以知道。对，你可以从笔数比例去研判他有没有书写缓慢。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您可以说对不起，他这个是书写缓慢的。把这个情报给法官，没有说他是对或错。你有收过这种刮乐票吗？我有收过没有兑现的支票，有。那怎么办？那问题是有些金额，你比方说2、3万，你也就算了。这么大气，那如果200、300万呢？那就拼命了。20、30万我就要。那我们现在要鉴定吗？那教你一些眉角角，看怎么样做字迹鉴定。好，那我现在收到这张有争议的本票，我要做笔迹鉴定，但是我们不会马上去做字迹的比对，先去检视这张本票上的字迹是不是真的是用笔墨所书写的。那再来，我们会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情形，比方说有不该出现的笔压凹痕，或是一些伪造、变造的痕迹。那我会用不同的光源去
照射它，去检视它，然后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情形发生。哦。那我们会用不同的光源，去检视它。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的情形？数字就怪了。对，为什么30万变80万改掉了？对你看到的是80万，在不同光源是30万。但学长有没有那种真的是厉害到看不出来？我们目前的实务经验上是都可以发现破绽。伪变造大概不分涂抹、洗改、填改、刮擦、裁补，它是一个裁补的案例。直接裁掉哇，那这真的很难那他到底是欠多少钱？你看他事后在写的墨色反应会跟原来的不一样，墨色反应不同。好，那这个也是原来是112啊，改成412，多了30万，我操！接下来是不是要实做一下？对，我有个想法就是我开张票给台哥，是，那台哥来伪造，我来伪造，坤达来检查，还是说他就兑现给我？兑现啊！如果我检查不出来的话，我就兑现给你；检查不出来的话，我就兑现给你。今天老师的笔记是这样的，所以他如果能够坤达能够在笔记上面鉴定得出来，那我觉得他就厉害。哎呦，从后面看，我操！你看我们都会写书法，对啊，有一些这种转弯的地方或者是什么用力的方式，什么意思呢？你讲。我就觉得这个字怪怪。哪里怪？你讲个道理啊！其实整个字写起来的感觉，捺呀、横啊什么那些都有讲究，可是这个四就突然间有点草率了一点。那你这怎么解释呢？你给我解吧。我是问你，那你这边怎么解释啊？这个四也可以加上去啊，四就很容易可以直接加上去啊。但是从国字这边比较多线索跟破绽可以去找。好，那你看科学班，你念科学班。哦。查不出来怎么弄？对不对？笔一样嘛，难道怎么弄嘛？查不出来嘛，一样啊。不是，我们现在是同事那我们同事基本上它的墨色都没有什么差。对，墨色是没有差别，它是同一支笔。啊，不是。因为你看它其他的字都是画下去都是很有力道的，这一个字就会觉得可能那个时间比较紧促，那个力道跟原本那个写的人不一样。所以其实学长目前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力道上面的差别，对不对？这个案子可能最终只能进行到笔迹的鉴定。那如果当事人争议是在金额的部分，就请法院提供当事人他平日书写这些字迹的参考资料。不过你刚刚的研判是对的，因为你前面那个誓言，最后以后写支票的时候一定要贴底，不要留空间给人家去作案。对。那这有些人他就是找不到原来那支笔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种情形。这个我们就还原真相以后，其实就可以还他清白，1变4，对不对？嗯。好，下一个阶段，台哥，下一个阶段是你最有兴趣的，我们现在要去了解他们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毒品的快筛。谢谢曹老师，谢谢。老师，谢谢。Go check it out。check it out。是我们现在要来鉴定各级的毒品。我们这边是专门做这个卡西酮的。我们卡西酮是什么意思？有哪些？是卡西酮的种类非常多。根据联合国毒品办公室有100种的毒品。那老师您讲几个大家比较知名的，比如说喵喵啊，喵是什么？喵电反应，喵电反应，喵。对，不是，喵是那个常常开枪的她老公。喵啊，这个太辣了。喂，这样也可以喂。
好，还有再还有什么？氯乙烯啊。氯乙烯是什么？结构非常复杂，就是让。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试剂，马上知道说它就是卡西酮类的毒物，就是对。所以我们现在来见识就对了。是。这是手电筒，手电筒 UV 手电筒，因为我们的这个试剂是我们纳米技术，对，那它原本的放光是一个红色的，那如果说万一卡西酮进去了，它就会变色，变成蓝色，对不对？因为我们看过电影啊，电影有这样演啊，学长刚一句话卡在喉咙里，像没用过。不是，那电影里面都这样，他这样摇啊，对，类似。我常常看到这样，然后犯罪现场，然后这样。干嘛？学长请继续。学长请继续。是，那我就操作一次给你们看。好。那我这边有2罐，这一个是我配置的，一个不是，可以试一下。这个应该是抓，这个应该是，这可能是盐巴或什么之类的。哦，你要试看看吗？来，1、2、3，得了！我讲的没错吧？我觉得太厉害了，就是这样。所以是这个有问题，对，这个有问题，原本就是对。你怎么知道的？我光看那个粉末的样子，我看一下，我怎么看不出来？这个必须要看过才会知道。我看过，在电影上都是有演。我绝对了解。好了，我现在会带你去后端那里，我们做一些称重，我们做一些比较后端的一个检验的步骤。哦，好啊，来，这难得跟严老师学一下，真的。今天欢迎台哥，今天欢迎坤达2位新建调查官来参加我们北极站的工作。那我们局里面都是侦办影响国家安全跟危害社会秩序的重大案件，那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缉毒。所以我们今天请台哥跟坤达来协助我们参与的这个案子，就是一个跨国毒品的走私案。那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请各位尝试做询问的突破，第2个阶段就是根据，因为你们询问突破的这个部分，我们在先前2个礼拜的时候已经约谈了2个对象，然后取得了特定的结果，我们就要追捕一个国际贩毒集团的老大。那我们约谈2个对象之后，取得老大今天会在今天跟对象接触的这个动态，好，接下来的行动搜证的这个过程，我们就去追缉到这个老大。好，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案情。这个重点2位要记得，就是说他有涉嫌到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所以这个也是询问要施加给他们压力的一个很好用的一个重点。哦，你是大声，对啊。哦，才几个啊？特别一个人啊，另外这一条就未记得，一样一星吗？马上上面要贵。2月3号有一个文哥忽然出现啊，他们中间的对话讲到很多术语，这些东西到底究竟它的意义是什么？待会2位在询问过程当中也要去了解一下。帮我跟各位讲，游览车啊，五哥窟。好。毒枭在电话当中一定都是用暗语。那像我如果参照前一个案子的运毒的状况的话，游览车我们觉得有可能是渔船。
让他去载呢吴克库，一箱饮料多少钱？这可能是指的是运费。好，那明天送运费过去，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要等着去跟监这个陈哥，所以这个要靠2位待会在询问室里面帮我们追寻出来。比方说他们这些人都是绝对不肯配合的嘛。他一问三不知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做如何处置？就是我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要从这个我们搜证的一些内容里面，一些枝微末节跟细节，去观察。可以看一下第8页，有一通这个简国华跟胡玉珍的通话，胡玉珍打给简国华，哭哭啼啼的。后面还有一张行动搜证的画面，我们在跟监的时候发现，简国华跟胡玉珍去用餐，互动似乎蛮亲密的，而且老大会打人，3人之间有一些心结，可以利用这些心结，加上他们共犯的关系，可以试着去突破他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2位可以运用我们在实战上面最好用的一个法律武器，就是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然后面临的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到死刑的重刑。但是同时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也规定，就是嫌犯如果在侦查中自白，可以减轻或免除其刑。那如果2位可以适时的跟他宣达这个法律规定，前提是你要先咬死，证明说利用我们现有的证据，证明他涉案，你跑不掉，然后再开一个出口给他，法律提供给你这样的活路。我们现在还在追陈哥，今天下午我们有行动搜证，是真的实案要去跟他。待会我们行动搜证是非常严肃的，因为真的实案。所以我们2个是要一起。陈哥，你问胡玉珍，你们一人问哪问这个简国华？他说：“他进去，他就笑了。因为你长得很好笑，他不会啦。我就应该戴一个口罩。”你叫简国华，简国华，曾经任职的单位是跟别人做生意，就这样子而已。做什么生意？做什么生意？就买卖东西啊，网拍。电话几号？谁用电话？没有电话。没有电话。我不用电话。不用电话。你认识胡玉珍吗？胡玉珍，听过这名字吗？没听过。没听过。我可以请教你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跟我男朋友拿钱来过生活啦。你男朋友是徐先生？我男朋友不是啊。你的男朋友是简先生？不是啊。您跟简国华先生认识吗？我认识啊，他是我国小同学。国小同学，经常会有一些来往。有时候会见面吃饭。您跟简国华是很好的同学，关系只是一般朋友。对，我们是朋友。所以你跟一般朋友出去用餐的时候，你会搂着他？有一个绰号叫季安的男生，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啊。也不认识。徐天生认识吗？徐天生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我现在播放的是109年3月15号的一段通话记录。这就是我一个朋友啦，我跟他在聊天啊。你跟一个朋友，你不是说你没有电话吗？那时候有用啊，现在没有用。你这样子讲的话，我要相信哪一句？鲔鱼跟虾子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宵夜吧。啊，500、600就是买个500块、600块吧。500、600是什么意思？那一次也是一个聚会，然后500跟600指的是买宵夜。买宵夜？买什么宵夜？就卤味啊、盐酥鸡啊、炸鸡那些的。卤味买600，盐酥鸡买500。对，很多人。你们多少人？有10个人吧。有10个人，你还记得有哪些人吗？随便讲5个名字。常聚会的朋友蛮不一定的哎。徐天生、国华、季安是吗？我不认识徐天生。季安。我朋友里面好像没有人叫季安。那有一次简国华跟我们这次已经逮捕的这位船长的通话，他说鲔鱼跟虾子500跟600对，他讲的是鲔鱼跟虾子。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你们平常吃的是鲔鱼跟虾子，而不是盐酥鸡。但这应该是2件事吧？这时间接得非常的接近，总共才差了1分半钟，这就是在前后。你讲的是盐酥鸡，他讲的是鲔鱼，
我只是先讲后面。可是我说不定他我现在再讲回前面，尾鱼跟虾子指的是不是两种不同的毒品？我不知道哎，说不定他自己买这是他们的暗号，下次啊，这是他们的暗号。我不知道。多是什么？这个有很重要吗？为什么要问这个？这跟毒品也没关系啊。我没有说有关系啊，我只是聊天嘛。一定要讲吗？我可以不要讲。那你知道你跟这个人讲话的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我大嫂啊。大嫂。大嫂是谁？我大哥的女人啊。有名字吗？我不知道，我都叫她大嫂。这也是你大嫂，你跟她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啊，她就是我大嫂啊。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她？也没有啊，大嫂好像出状况啊，我就是想说看看她怎么样啊。这个大 S 是谁呢？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不会放过我们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大 S 很喜欢你，所以他不会放过你。你很害怕吗？对。那你为什么会害怕这个大 S？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就是我们一群朋友在聚会，对，然后在聚会上喝了酒就想要动手打人。我从这段话里面来讲，叫做大 S 又打你了，又是经常的意思，就是你经常被大 S 打嘛。他为什么可以这样打你，你却只是敢怒不敢言呢？所以你跟大 S 应该是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吧？这个大 S 是不是徐天生呢？我不认识徐天生。里面有说到吴哥窟，什么意思啊？去旅游吧。所以你去过吴哥窟啊？有去过几次。饮料是什么意思啊？出去玩就是要喝个饮料。游览车是什么意思？出去玩坐个车吧。游览车坐得到吴哥窟吗？什么意思啊？讲啊。好吧，我没有去吴哥窟啊。没有去吴哥窟，那吴哥窟什么意思？我跟我大哥有讲好，不会轻易透露什么事情的。即使你都要被抓去关了，也是不能讲。所以我们是强烈的怀疑你跟这个贩毒集团有挂钩。如果你被起诉的话，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你这样子的情形被判刑，应该没有获得减刑的机会。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转做污点证人，你可以获得这个减刑，甚至于无罪。所以你自己必须要考量，不是我们有确切的一个证据的话，不会约谈你。我是知道之前他是有进一些货啦。所以刚刚的尾鱼跟虾子就是你们所谓的货吗？对啊。什么样的货？走私进来的毒品吧。因为我们已经询问过那个渔船船长，他已经有供称了。其实我们真的也没有必要跟你聊这么多，因为证据其实已经犯罪，你还是跟我们多配合。那个时候简国华打电话给我，他就这样问我，所以我就问短你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不太知道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短是你的情人？对，我们那时候在一起。对，这是你的情人吗？你们两个在一起，然后你跟简国华也有暧昧的关系，所以今天如果这个短知道简国华跟你在一起，你觉得这样好吗？我们已经快要分手了。简国华跟你都能够获得减刑的话，如果你们考虑一起把这个幕后的藏镜人供出来，是不是帮助很大？你说简国华后面还有人吗？简国华后面的人就是徐天生嘛，徐天生就是他的短，也是你的短。所以你老大的名字你知道吧？不太确定。你不太确定？其实我们也有在征询胡玉珍，他说啦，你老大就叫成徐天生啊。所以吴哥窟这是什么意思？有一批货要从吴哥窟进来吧？要载几个人？那个应该是运费吧？据我所知，最近他们好像要先交一笔运费。那什么时候会交货？交货我真的不清楚，然后问他们啊。你不清楚，胡玉珍会比较清楚吗？你们不要为难他啊。如果有什么话，你可以问我。那你还知道什么？
看你们到底还查到了什么，我再跟你说啊。你要我一项一项慢慢跟你比对就对了。所以徐天生跟这个被逮捕的船长有直接的关系。我就是他们有时候打电话的时候会叫我帮忙传话。好，我就问，那么这个船长跟这个徐天生有生意的往来？对，就我所知应该有，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你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抱歉，询问暂停，是有状况出任务，走，嘿，谢谢。赶快换装。询问暂停，有状况出任务，现在是到会议室换装，赶快。可是我们这样会不会太明显？都过了。你要觉得自己很正常，不要一直觉得我们可能会被发现啊。我们跟监啊，也不要跟太近，跟太近的话就很容易被发现。这样就好像是我们一起出来旅游。对，我们这个路边稍坐一下，来你坐这边，坐一下这边，他在对面，可以坐就尽量坐，站起来呢可能会看得太清楚。假设如果他出来的话，我们就因为我们这边有部署很多人，就不要一路就是跟着他一直尾随在他的正后方。然后我们有时候可以保持在对接。乘客出现了，乘客出现了。穿着深蓝色外套、灰色帽 T、黑色长裤，目前经过澳门晨光地餐厅。拐九通报啊，那个情资显示600万已经到台北了，他等一下应该会先去取钱。那我们今天整个任务就是跟着钱走，那其他的相关人尽可能辨识，尽可能摄入，尽可能记下可以辨识的号码，但是就不用管他，我们跟着钱走。走，我们走。进成品后，目前还没看到人。进成品后，目前没有看到人。看到了，搭电扶梯往下，搭电扶梯往地下室。进入到地下室的无印良品。陈哥播出无印良品哦。来了。抵达1楼后右转哦。请台哥加紧脚步跟上。请握扶手，站稳踏阶，加手保护势。陈哥现在在厕所机外面哈，准备打开置物柜。一个接近置物柜哦，准备开柜了。钱在置物柜里。大的赶紧放置物柜。这个毒品犯罪上的术语叫死转手，就是不是人对人转手，它是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别人再去拿。不跟手请注意哦。陈哥进入厕所。那包里面应该就是钱。走。陈哥搭乘手扶梯哈，从3楼要下2楼，右手多了一个黑色的包包。
要借 U bike 哦，要借 U bike。借 U bike 哦，而且他可能借 U bike 哦。骑 U bike。快跟上，他就左转了，陈哥现在骑 U bike 在昆明街峨眉街口，不跟手可以骑 U bike 就迅速跟上。骑 U bike 走峨眉街哦，往西宁南路。在我的后面。看到了，在西宁南路左侧顺向，现在受阻成都路口红灯还有1秒，绿灯起步，靠左侧，各车都开始往长沙街跟成都路方向。现在在长沙街2段上通过汉东街车头朝中华路，受阻中华路口红灯。现在在中华路上逆向骑往万华火车站方向，通过国军一的国东路前面。准备还车。陈哥还车之后步行往小南门的方向哦。往新店方向，各车注意哦！接下来中正纪念堂站有可能会换线，也有可能绿线继续走。对面的列车也要来喽！要准备上对面月台的列车往象山方向。9通报，他换线下一站可能是东门站，可能是台大医院站。然后29，请你们过东门之后，继续往前到大安森林公园站。东门站没下车，陈哥还在车上哦，各车就直接往大安森林公园站。车厢后右转，上电扶梯后往左回转，朝捷运456号出口方向。往大安森林停车场，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麻烦拐跟29稍微注意一下建国南路那边的出口，我们这边看信义路的出口。都要打开一台银色的车子的后车厢，关上后车厢。陈哥把那一包东西放进了停车场一部银色的Wish V1 车位307 ，V1 车位307，两拐下那个地下停车场，找到那部车当监视照。把那一袋黑色的包包放那个车上了。对，他把它放到他车上去了。人呢？人走了。这种状况我们是要追他那一袋东西会到哪里去，所以现在我要看到底是谁过来拿。对，后来开这台车。那我们应该开一台车过来停。对，所以我们同事他要调度一台车下来。对，等一下车子下来，我们确认了，我们就上车。对。好，那以下这边太奇怪了，我们现在出去。
车子来盯着他了。我们下出去。大哥，跟我，我们要赶快回车上喽！有人要来开车把钱拿走了。就跟到一个车，他把一个东西放在车上，还不确定那个东西是不是钱，还不知道。几乎可以确定，因为如果不是钱的话，不会这样转。他连续2次死转手，然后看谁来开车。他们刚刚有说是小白吗？拐九通报啊，那个现在确定是小白来开车，确定是小白来开车。从建国南路出口出来哦，建国南路出口出来。出来了吗？根据公诉跟情资显示哦，目前老黑应该是藏匿在这附近，他把车跟钱送到这边来，应该接下来很有可能跟老黑碰面。待会如果老黑出现的话，我们就把他执行掉。那现在请拐拐跟良久咖啡厅的左后方，我刚刚看到有那个空地，你们自行约到那边集结一下，先着装，动作快。然后拐拐你这个位置让给拐九当监视哨。台哥，待会有执行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给你穿防弹衣，那我们会在你前面把这个动作跟任务完成。好 ，OK。白站起来喽，小白起身，他的车上走哦。小白上车，小白上车，开始发动了，车子往外切喽，车子动喽。是否确认小白还有没有在车上？看起来那个运钞车车上应该是没人了，他就已经熄火了，他应该已经离开了。看到老黑的话，万一是老黑来的话，不要急着动，等他上车，我们要附带搜索，要扣那包钱。有一台灰色 Tiana， 车号尾数2130，刚开过停车场。又有一台银灰色 Yaris 进停车场。Yaris 不是老黑。有一台白色的 Alpha 进停车场，白色的 Alpha， 另外还有一部 Audi Q5也跟着进去了，这个还注意一下。那个车上还没下车。那个奥迪车上人还没下车，奥迪开车门。奥迪不是，是一位妈妈开车。这一台那个灰色 Tiana 又绕回来了，绕第二次，他现在进停车场，这台注意一下。应该是哦。哪会出现？哪会出现了？对。口罩浅蓝色的。应该是哦。
拐九通报，我们准备执行了，但等他上车，除非他要离开，除非他上车前要离开。待会拐跟2九请堵他车后面，2拐跟拐九我们堵他车前面。注意司机不要下车，照那个夹车的要领，司机不要下车，不要熄火。他如果冲撞的话，就保险杆顶保险杆，把他顶回去。上车了，执行了。上车！不要动！走！两只手伸出来，2只手，用1只手熄火，动作慢一点，熄火，钥匙丢出来，手伸出来，系安全带，开车门，动作慢。后面，钱还在。感谢大家，今天任务圆满结束，我们逮捕到我们追捕已久的这个贩毒集团的首脑老黑，感谢2位的支援。现在请2位的指导员帮这2位的今天表现做个奖评。台哥非常适合做我们的工作，非常的适合。他在跟监的过程间，他知道把自己藏起来，他还知道不要离对象太近，所以我觉得台哥是希望他如果年轻个20-30岁的话，是可以到我们局里来工作，因为他真的非常适合做跟监的工作。我不知道是你们习惯还怎么样，但我们的情绪有点转换不过来，可以播了哦。可以吗？我觉得这好像最后的镜头只有靠你们2个人的沟通，是吗？你们刚面朝哪一边？没有，因为我刚看到那个逮捕嫌犯的时候，嫌犯非常的紧张。刚逮捕的时候，嫌犯是面对我这样，然后我是在学长后面。对啊，而且我刚才知道说，原来他就是代号这个的人。然后今天下午在询问的时候，其实在询问这件事情。学姐带台哥，那达哥的学长学长达哥还 OK 吗？也是整路上表现都非常的好，甚至连他在换 U-bike 的时候，他整路这样子在那个马路上面狂追，然后一路这样子骑，然后达哥都有跟上。达哥加入调查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长相不太 OK。其实对，我觉得真的是，我刚刚在西门町的时候一直跟着学长，然后就跟，然后突然间前面有一个人这样，然后我就赶快把帽子戴起来。这个体验太难得了。好了，2个学长学姐都觉得你们俩不错，今天这样应该 OK 了吧？这是做 ending。对啊。跳到中途人看这样很危险吧？没有人在看啊。没有吗？这瞬间真的是太高压了，可以吗？那我就这边停了。做不了。崩溃了，对。一日调查官见习成功。By your side, half a night in the candlelight, as we look in each other's eyes, we can find we're alive. Nothing breaks this wall. Any word seems to be a lie. Nothing more than a shore yet to be explored, as a tale never told before. Now we're taught to consist as two naked leaves, only falling we can exist. Meet your desires, closing my eyes, breathing your mouth. Oh,
as a toll to pay for our wrong. And the world feels ashamed for the tender game we must play not to be afraid. All the names that we give help us to believe in illusions we paint to lead. Solid state paradise without compromise, cast away on the satellite. Meet your desires, closing my eyes, breathing your mouth on mine. Here and beyond, wishing so long, waiting so sweet, so high. You should begin touching my skin. That's what you're